给你个 tips 啊，谢谢。没有，不会。台湾在北美华人心目中无疑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胜地，这里环境优美，人文古迹丰富，当地人彬彬有礼，很有人情味，物价呢也超级便宜，还有诸多让人一口下肚就终身难忘的美食。除此之外，相比美国来说，这里的治安也非常安全。2025年深秋，我来到台北，这次我将在台北停留5日4夜，带大家游玩台北各个地方的景点、美食区域，从时尚的台北101到精彩纷呈的西门町，收纳了无数稀世珍宝文物，呈现数千年中华文明历史与艺术的故宫博物院，把人情味、烟火气以及创新小吃浓缩在街头巷尾的各个小吃夜市，以及自由广场、中正纪念堂、228和平公园、国立台北博物馆、电子数码城等等。大家好，我是 JJ， 欢迎收看我的旅行日志。2025年深秋，我登上了从纽约飞往台北的航班，经过了10几个小时的飞行，于清晨抵达台北。如同首尔仁川机场实际上不在首尔市，纽约纽瓦克机场实际上也不在纽约一样，桃园机场也不在台北市，而是台北隔壁的一座城市，但在航班显示上还是会显示台北。所以从桃园机场下飞机后去台北市区，无论搭乘捷运还是坐计程车，时间和距离都不算近。我记得2023年来台湾的时候呢，外国游客入境还需要填写纸质的入境卡，而现在已经全面更新了电子入境系统，外国人直接用手机扫码即可进入电子入境卡填写系统。需要填写你的姓名、国籍、生日和入境日期的航班号、居住地、离境日期和离境航班号。整个入境过程非常顺利，时间也不会很久，全程半个小时之内。入境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换点现金，其实在台湾99%的地方都可以用 Apple Pay 来支付，但还是有些街头小吃是需要支付现金的，所以不需要换太多现金，我只换了300美元，大概9000多台币。那这些钱其实是足够每天吃吃喝喝了。之后我们要搭乘捷运去台北市区，因为当时时间比较早，人工售票还没有营业，我就在自动售票机上购买悠游卡。悠游卡是一种类似香港的八达通、韩国的 T-Money 的一种集公共交通搭乘、便利店消费、餐厅消费于一体的充值卡片。在自动售票机上买一张需要500台币，其中100台币是卡片本身的价值，400台币是供你消费的金额。跟纽约老旧、脏乱、常年弥漫着异味的地铁系统不一样，台北的捷运站干净明亮，人们有序地在排队等上地铁。将近40分钟的时间，我们终于来到了台北车站。台北车站是台北市比较中心的位置，所以大部分都会选择在这里下车。到了车站，先把行李寄存在捷运站内的智能寄存处。离我订的旅店入住时间还早，我自己先去台北车站附近逛逛。台北车站是全台湾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不仅仅是一座火车站，还包括了台湾高铁、台北捷运以及国道客运、市区公交车等等。1楼是车票大厅、服务柜台，内部有点像纽约的中央车站。2楼则是美食街、商店。地下1层呢，则是和东亚很多大的地铁站一样的地下商圈，里面有电玩、动漫、潮玩店以及传统的小商铺，售卖一些衣帽、鞋袜、箱包等等。在台北车站附近逛一逛，才真正体验到这里真的是有够机车。每当红绿灯转换的时候，都有大量的机车大军鱼贯而出，路面响起波澜壮阔的轰鸣声。其实这个季节来台北旅行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时节，尽管纽约已经是深秋，但台北每天的气温都还依然在100华氏度左右，也就是35摄氏度以上。下午呢，在旅店办理了入住，安顿好行李，洗个澡，我就准备先去漫无目的的逛逛。来台北之前，我一直在犹豫是否要在当地租一辆车，方便我到处玩。后来呢，我算了一下成本，似乎捷运加 Uber 的方式更划算，
因为这里的 Uber 相比纽约来讲简直是太便宜了，每一趟价格只有4到8美元，而同样的旅程，纽约要30到50美元之间。回到旅店，稍作休息，时间来到了傍晚。这次的台北之行，我最想感受的就是人间烟火气。在步行去宁夏夜市的路上，我感受到了台北的骑楼文化。骑楼是一种常见于台湾、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人城市的街道建筑形式。最大的特色是楼上可能是住家，也可能是商业场所，但是一楼外侧则退缩形成一个有顶的走廊，行人在路上行走可以在此遮阳避雨。这几天台北持续高温，我全靠在骑楼下行走，才没有被晒伤。我觉得骑楼不仅仅是一栋建筑，更是一座城市对人的关怀。宁夏夜市位于台北大同区，也是台北历史最悠久、人气最旺的夜市之一。虽然这里规模不大，但以精致、传统、好吃著称，也被许多小伙伴称之为台北最强美食夜市。除了像章鱼烧、臭豆腐、台湾香肠、珍珠奶茶之类的早已名扬全世界的美食饮品之外，还有些在北美从来没见过的，比如大肠包小肠、各种肉羹、猪肝汤、东山鸭脖等等。另外，为了跟这期节目做一个对比，我回美国之后还去了一趟纽约的一家台湾餐厅做了对比。纽约的台湾美食不仅价格更贵，比如一碗臭豆腐要10美元，一根烤肠要2.75美元，也是远远不如台湾当地的好吃。最后，我在一家东山鸭脖的摊位停了下来，摊位上摆着一些鸭脖子、鸭翅、鸭胗、鸭心。因为整个表面都是红色的，我以为会是那种很辣很咸的口味，于是我买了一些尝尝。实际吃下来发现其实是甜味的，还散发着淡淡的中草药味。如果你喜欢吃红烧肉、糖醋里脊，那这个口味你一定要试试。第一天对我来说是一个放松和倒时差的一天，晚上9点左右已经有点犯困了。明天我要逛台北故宫博物院，晚上去另一个规模更大的夜市士林夜市。第二天一早，本来我想要选择搭乘巴士前往故宫博物院，但是在车站等了一会儿，发现从大同区前往故宫博物院的车间隔还是挺长的，于是果断依然选择了 Uber 司机直接把我送到了大厅购票处。如果径直走进大门就是自动购票的机器，但其实如果是乘坐公共汽车，是可以先从整个故宫博物院的外观开始看起。故宫博物院的外观以白色墙体、翠绿色琉璃瓦、金色屋脊为主色调，建筑外层有3层屋檐，线条干净，层次分明。屋顶的绿色琉璃瓦在日光下会呈现非常柔和的光泽，与后方郁密的石林山景融为一体。好了，我们进入购票大厅，来到自助购票机，上面显示如果有国人身份证件，价格是150台币，如果没有则是350台币。另外还有未满18岁、65岁以上的老人以及低收入人群、学生都是免费的。下一页选择自己的国籍，再下一页点击外国人专用，然后选择购买多少张，使用什么方式支付，最后用苹果手机的 Apple Pay 功能就可以触碰支付，全程都很快捷方便。在我取票的时候发现有2张。为什么有2张啊？你好。上一个人好像没有拿到票。哦，谢谢。我们搭乘电梯来到1楼，在这里我们可以花150台币租一台导览器，为你讲解这里的文物信息。一台中文。中文一台。你的有台湾手机号码吗？帮我留海外的好吗？国际码加手机。OK， 等一下呢，我们进去之后呢，看到橱窗上有耳机数字，这个时候耳机的数字就可以按右上角的键盘直接输入看到的数字，按完数字之后点选它的图片就会说明。故宫博物院目前是全球保存中华文物最完整、最系统的重要机构之一。收藏数量超过70万件，包括书画、玉器、青铜器、陶瓷、织品、典籍等等。整个博物院结构分2个展览馆，我这次来的是第1展览馆，
分4个楼层，除了地下1层是一些服务台、儿童中心之外，地面3层分别是1楼的特展大厅、佛像、书画文献、珍玩以及古代王公贵族的家具展览。2楼则多为书画、陶瓷，3楼则为玉器、铜器等等。我这次走遍了3层楼几乎所有的展区，大概耗时3到4个小时，但其实也只是走马观花，并没有把所有展品都了解一遍。对中国古文化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如果想听完导览期所有的内容，估计1天可能都还不够。当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展品中，人气最旺的要数3个镇馆之宝，分别为来自清代的看起来鲜嫩美味、香气四溢的肉形石，同样来自清代以翡翠天然色雕琢而成型的翠玉白菜，来自西周的大型青铜器，以铭文长达500字著称的毛公鼎。当天的肉形石和毛公鼎都有展出，但很遗憾的是，翠玉白菜没有出展。除了众所周知的3件镇馆之宝外，台北故宫博物院真正的魅力其实隐藏在大量同样精彩的典藏中。无论是温润含蓄的古代玉器，色泽多变的历代瓷器，还是带着时间重量的青铜礼器，都呈现出中国几千年来不同阶级的审美与工艺。故宫之所以值得反复来访，是因为展品不仅多，而且层次分明，每一次停留都能从这些看似静止的文物中读到新的故事与细节。阳光毫不留情地洒在身上，我慢慢走到公车站，准备先回旅馆歇一会儿，等到傍晚再去下一站士林夜市。士林夜市的规模比我想象中大很多，街道宽敞，摊位密集，人潮从傍晚开始一波接着一波。相较于小吃比较多的宁夏夜市，这里更像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夜市。除了吃吃喝喝之外，这里还有类似于农贸市场的空间，也就是上面是顶棚，下面是一排一排的商家，打气球、捞鱼、套娃娃、打弹珠等等游戏。从小孩子到成年人，总有款你喜欢的游戏吸引你停下脚步，想要试试手气。士林夜市走下来，我有2个感受。第一，就是这里几乎都是年轻人在逛街和消费，年纪大的几乎都是商家或者是外国人。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在美国生活的华人们对自己的年纪没有太大的焦虑感，很多中年人在美国依然和年轻人一样的装扮，玩一样的滑雪、钓鱼、飙车、登山。第2个感受是，这里虽然是一条一条的小吃街，但是路面真的是很干净。如果你来过纽约，参加过一些美食节，你会发现，到了晚上快结束散场的时候，满地都是垃圾。这一点还是要给台湾人点个大大的赞。逛到肚子饿了，我来到一家大排档。这里的特色是麻油类的小吃，我点了一个臭豆腐、麻油猪腰和一份蚵仔煎。台湾的街头小吃或者大排档以及大多数的餐厅是要先点单再付钱，最后才给你上菜的，所以你选择好要吃的东西后，要自己去前台结账。台湾的小吃多数比较清淡，所以你不需要期待这些小吃会有什么刺激的味道。臭豆腐不会很臭，麻油猪腰有一种特别浓郁的芝麻油味道，猪腰也完全去掉骚味。蚵仔煎则非常鲜甜可口，味道嘛，你可以想象半熟的生蚝和鸡蛋饼一起吃。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一句，通过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台湾真的是一个很诚实守信的社会。如果你看到辣椒酱上贴着类似于这里的辣椒比较辣，或者是这里的辣椒很辣哦这样的警示标语，那你一定要相信这是真的。我认为我是一个比较能吃辣的人，当我一次又一次对这种标语嗤之以鼻之后，我都被辣到要多喝一罐啤酒才能把剩下的东西吃完。吃饱饭，喝饱了台湾啤酒，看了一下手表，2天的行程
步行了快5万步，看来出来旅游真的是一个能逼迫自己动起来的好机会。台湾行的第3个清晨，我走出旅馆，来到街头，想要找一家早餐店，尝尝当地特色的早餐。在美国，一日3餐都吃惯了牛排、沙拉和三明治的我，站在台北小吃店门口，虽然能看懂街边招牌上的每一个字，但实在不知道其实是在吃什么，不知道味道怎样。最后我决定来试试这家鱼丸店，因为我看到这里还有其他食客在用餐，我想学着他们的样子来点餐。但其实拿着餐牌，我还是不知道鱿鱼羹、鱼皮羹、干冬粉是什么东西。我突然发现，其实之前在美国华人社区吃的那些台湾菜都不是真的台湾菜，都是按照美国人或者美国华人的口味改造过的美式台菜。于是我学着对面一桌食客的样子，点了跟他们一模一样的鱼丸、鱿鱼羹和干冬粉，再学着他们的样子去加一些配菜和酱料，再学着他们的样子如何把面拌开。其实实际吃下来味道真的蛮不错，面条裹着酱汁，有一种鲜甜味。鱼丸是我这辈子吃过味道最鲜美多汁的鱼丸，一口咬下去，口感筋道，鱼丸在口中爆汁，瞬间刺激着你的味蕾。鱿鱼羹的口感很像甜不辣，一边吃一边喝一口汤，很满足。吃完早餐，我来到了自由广场。自由广场是台北最具象征意义的地标之一。来到这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拥有着中轴线的仪式感和左右对称之美。最南端是高耸的自由广场牌楼，中央则是一大片开阔的石铺广场，最北端是白墙蓝瓦、气势恢宏的中正纪念堂。中轴线的两旁分别矗立着2座古典风格的建筑，一座是从话剧、舞蹈到传统戏剧，无数艺术团队曾在这里登台表演的国家戏剧院；另一座是承办交响乐、独奏会、国际级音乐演出以及无数音乐爱好者心中圣地的国家音乐厅。自由广场原名叫中正广场，以前是用来纪念蒋中正先生的，是中正纪念堂园区的一部分。不过随着台湾政治氛围与社会共识的变化，这里的象征意义也逐渐发生了转变。2007年，广场正式更名为自由广场，广场的象征中心也从纪念历史人物逐步转向承载社会价值与集体历史记忆的公共空间。我一路沿着阶梯走上中央大厅，其实阶梯走下来还是蛮累的，如果是老人家不方便行走，后门还有很贴心的电梯，可以从下面直接升到纪念堂内部。中央大厅正中间是一尊蒋中正先生的铜像，端坐在其上。大厅整体装饰依然简洁对称，配色也很低调克制，给人一种秩序和稳定的美感。从中央大厅乘电梯来到1楼大厅，这里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座博物馆。大厅里有许多的展厅，通过照片、文字与实物，把属于一段一段的复杂历史通过各种线索拆解给观众理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段从20世纪前期的世界政治背景开始，经历了东亚地区第2次世界大战，随后进入战后的中国政权的变动和蒋中正迁台，最终延伸到中正纪念堂的设立与形成。其实北美华人大多都不太关心历史和政治，除了每4年总统大选和政府的一些减税政策之外，作为我个人来说，甚至从来都没有认真阅读过一份时政类的报纸或者新闻。所以我第一次认真地逛完了这里，了解了将近100年的沉甸甸的历史，真的感到获益匪浅。从自由广场步行至228和平公园并不算太远，公园的面积不算很大，但布局很紧凑，树木成荫，水池与步行道交错，环境很安静。228和平公园最早是在1903年开始规划，1905年初具规模。1947年2月28日发生了后来被称为228事件的历史事件。事件的导火线是政府人员在台北取缔私卖香烟时发生了冲突，并造成了伤亡。
这起事件迅速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与冲突。随后，中华民国政府派遣军队来台进行镇压，并实施戒严与清乡行动，造成了大量民众死亡与失踪。在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沉默之后呢，台湾社会开始重新面对这一事件。到了90年代，政府与民间开始逐步展开对事件的调查、平反和纪念工作。1996年，台北市将这里由原本的新公园正式更名为228和平公园。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当地人们结合日常休闲、历史记忆与公共反思功能的纪念性空间。绕着和平公园转了一大圈，我才发现这公园里的名胜古迹的密度还是蛮多的。逛完了所有名胜古迹之后，我经过了国立台湾博物馆。这本来是我计划之外的一个景点，但为了不枉此行，我还是想进去看一看。国立台湾博物馆从外观到内部是非常典型的传统欧洲建筑风格，但展内展出的文物都是本土的故事，从台湾本土的远古生物与早期生态开始，透过化石、标本与科学资料，让人认识到人类出现之前这里原本的样貌。接着，展览从台湾本土的自然环境谈起，透过动物标本呈现这里的丰富的生态环境。随后进入了史前人类文明与原住民族文化，看到了人们如何在这里繁衍与发展。时间再推进到近现代，让我们理解台湾社会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今晚我来到了南机场夜市，这里不像士林夜市的规模那么大，虽然只有几条街，但这里属于比较在地生活型的夜市。来这里吃饭的客人都是附近居民，吃的几乎都是老字号非连锁的摊位，所以这里极具本地风味和生活气息。听说这里很多老店都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在巷子里慢慢逛的我，在一家摊位门前被一种臭臭的味道吸引到了。我抬头看到了臭臭锅，虽然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甚至也没有听说过这种东西，但非常喜欢吃臭豆腐的我想到这个东西吃起来有可能会很香，于是我停下脚步点了一份。锅里有金针菇、蔬菜、鱼丸、臭豆腐、肥肠、猪血、肉片、香菇，都是我喜欢的食材搭配。吸满了汤汁的臭豆腐臭得刚刚好，一口汤一口猪血，肉片肥肠，真的很满足。吃完走出餐厅，意犹未尽，想着明天再换一家尝尝。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几乎所有去过东亚地区旅行的美国人都被东亚地区的夜市文化所吸引。对于在北美生活的人们来说，夜市的吸引力甚至超越了很多当地著名的景点。就像我在美国的很多小伙伴都来过台北，他们可能没有去过故宫博物院，也没有去过自由广场，但他们一定会来夜市。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吸引人的夜市文化为何在北美却很少呢？在台北的第3天结束了，很充实也很满足。早上起床来到台北捷运站，准备搭乘捷运去台北最大的电子产品商圈看看电子产品。我很喜欢逛电子产品商圈，至于为什么，我只能说在美国购买电子产品的体验真的跟其他国家完全不一样。至于有什么不一样，等下我再说，因为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先讲讲我对台北捷运的感受。在这里还是要先吐槽一下纽约破败老旧的地铁系统，昏暗潮湿的环境，刺耳的噪音，没有屏蔽门，最恶心的是在地铁里手机完全没有上网讯号，有时候车厢里会有流浪汉、精神病做一些奇奇怪怪的行为，让人感到害怕。而地铁上偷抢甚至暴力事件也经常发生。而这样的地铁系统并不盈利，主要还是靠政府拨款来维系。也就是说，我每年为政府缴税来养一个我不满意的交通系统。而台北的捷运要让我惊艳许多，干净、明亮、安全，有屏蔽门的保护，
乘客不用担心被别人推下去。上车后，无论你要乘多远，手机都可以接收到讯号。当然，唯一的缺点是因为可以专心上网，所以我错过了站点。光华商场以及附近的一些电子产品商圈，给我感觉很像深圳的华强北电子商圈，由一个一个建筑组成。建筑里面每一层对应销售不同的电子产品，电脑、手机、游戏机、电子产品的配件等等，对应着不同的楼层集中售卖，每一层都有一间一间独立的商家组成。可能很多生活在美国的小伙伴会问了，如果同楼层的所有商家都卖一样的东西，那还赚钱吗？会不会形成恶性竞争？其实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有同样的疑虑。后来我其实问过其中一个商家，那商家告诉我，基本不会恶意竞争，反而会互相调货。也就是说，虽然有很多东西是一样的，但每家店都有一些特色产品，甚至独家代理的产品来差异化销售。而顾客到其中一家店买东西，如果那家店没货，他们会去其他有货的店里，以稍微低的同行价调货来卖，大家其实是共赢的。而在美国购买电子产品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不同类型的产品永远被那几家巨头垄断销售。他们分散在一座城市的各个角落，比如在纽约买相机要去 B&H、Adorama， 买电脑去 Micro Center， 买一些综合性的电子产品去 Best Buy。那这些不同的商家分散在纽约城市的各个角落，有时候你要买一台电脑再买一台相机，就需要搭车去2个不同的地方。而不像在这里，在一栋建筑里，你甚至可以把这辈子要用到的所有东西全部买到。除了购物体验之外，台湾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产品渠道，叫水货，又被称之为平行进口。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我在看相机的时候是商家给我介绍的，说如果购买水货，价格就会便宜很多，只是没有保修，但是产品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昨天的臭臭锅还没过瘾，正好附近有一家叫慧姐臭臭锅的店，我决定再进去吃一顿。点了一份臭臭锅，一份臭豆腐，再加一份肥肠。我发现同样的传统特色小吃，虽然名字一样，但其实每家店都有属于自己的差异化特色，比如配料、食材搭配、口味都略有不同。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店里就能吃出不一样的感受。我想这就是街头美食文化的灵魂所在吧。相信来过台北的朋友们应该不会不知道台北101吧。傍晚我搭乘捷运来到台北市信义区，刚来到这里，给我的感觉跟纽约曼哈顿很类似，非常现代化、国际化，高楼林立，街道整齐宽阔。如果说台北万华大稻埕西门一带保留了台北的生活底色和人情味，那101附近展现的则是这座城市迈向现代化和未来的样貌。当然，跟纽约的第5大道和第6大道一样，现代化就代表着奢靡和昂贵。走进101大楼，从1楼到5楼是大楼的购物中心，并且是开放给所有人的区域，主要是国际很多的大品牌的专卖店、奢侈品店、餐厅、咖啡馆，和许多商业中心一样，观光客和本地人都会来这里。地下楼层则是捷运站、停车场和美食街、超市等等。如果有来台湾旅游想带小礼物回去的朋友，我非常建议你来这里逛一逛。这里有很多当地特色的糕点、零食等等，虽然价格可能不会比机场免税店或者西门町便宜，但是这里的品类很齐全。如果不放心味道，也有做 demo 的区域可以试吃。但是需要提醒一下，这里的糕点基本没有加防腐剂，所以保存期不会很长，基本都要在1个月之内吃完。也侧面说明了这里的糕点的确是能让人放心享用的。接下来我们要去购票点购买去观景台的门票。如果是去89楼，则是不到20美元；如果是去101楼，则是35美元。但101楼空间较小，只有1个小时的观景时间。这次我买了去89楼的票，买好票之后跟着人流直接走就可以。让人比较称奇的是，电梯从地面直达89层，总耗时仅只要37秒，感觉一瞬间我就被带到了半空中去了。此时太阳开始缓缓落山，原本明亮的城市渐渐被夕阳笼罩，整个城市像一张巨大的脉络图，街道是线条，建筑是节点，
每一条路线都层次分明，远方的山峦、河流也依稀可见。夜晚降临，华灯初上，城市的脉络被点亮，车流像是这座城市的血液一样，有序地交错流动。站在高处，你会发现城市不是安静了下来，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展现出更多的生机和活力。饶河观光夜市跟其他夜市最大的不同是，这里有超级豪华的古典式牌坊，牌坊上面挂满了灯饰，让这里显得像是在庆祝什么传统节日。和士林夜市比较错综复杂的路线比较下，饶河夜市是很长很长的一条街，这条街总共有4排商家，2条人行道，你可以从头走到尾，再折回来换另一条道再走回来，这样就能逛遍所有商家了。整体对比下来，我觉得饶河夜市相比之前去逛的那3家夜市来讲，感觉是最热闹，路线也最清楚，规模刚刚好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我品尝了章鱼烧和一口香肠。我注意到其他食客吃香肠时候喜欢同时吃蒜，于是我也学着样子这样吃，味道还不错。清晨，我来台北的第5天。昨天走了2万多步，晚上回旅馆睡得很香。今天下午就要离开台北，飞往下一个目的地上海。离开之前，上午我还要去西门町逛一下，顺便吃个早餐。早上打 Uber 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超级 nice 的司机，很礼貌地帮我拿行李放在后备箱，一路上在帮我讲解去西门町要去逛哪里，让我觉得体会到了台湾的人情味。哦，谢谢。你要逛的话，你可以去万年大楼了。万年。习惯了北美小费文化的我，无论在哪里，如果得到别人额外的帮助，我都会很感激的给一些小费。给你个 tips 啊。谢谢。没有，不会。和夜市相比，西门町不是为了吃而来；和台北101相比，这里也不是为了消费而来。这里更像是一座城市的客厅，你甚至可以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买，就只是在街上走着。这里的风格非常类似于纽约的百老汇和时代广场的结合体。这里有街头艺人表演，年轻人聚集拍照聊天。这里有电影院、酒吧、咖啡厅、KTV。这里有流行服饰、次文化、动漫元素。这里没有统一的风格，一切都是为了突出张扬的个性而存在。其实之前几次听说过诚品书店这个词，但每次来台北都还没有真正访问过这里。今天的时间还很充裕，打算去逛一逛。还没到营业时间，门口已经有很多人在等待了。时间一到，门一打开，那一刹那，我才知道原来诚品书店不仅仅只是一个书店，这里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购物、餐厅、展览和休息的空间。空间里的节奏很慢，你可以静静地走进来，看看你有没有想要的东西，或者去吃点美食，喝喝咖啡，再去看看书。在这里，我挑选了几只小猪，回美国做伴手礼。逛得饿了，先去吃个饭，在 Google 上找到了一家评价4.6分，评价还蛮高的店，叫汤包乐。进去试试，点了一份卤肉饭、蔬菜和肉羹。想到下次再来吃这些美食，可能就是明年了。心里有些伤感的同时，还有着对下一段旅程的期待。我是 JJ， 谢谢你们的收看，下一期我们上海见。Thank you。